打完真的哦，这一次这绝对是个死局。这个谈判只是为了打这个准备，其实都指向一个，就是以色列的绝对生存。美国要伊朗的条件是完全不可能达成。伊朗这一次不硬不行，历史包袱决心不够，活着像死人，死人像活人，总是摇摇欲坠。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我先跟你讲，第一个伊朗问题是来自因为经济而造成的世俗化差异问题，不是问题在民族问题，甚至都不完全是宗教问题。第二个，今天以色列跟美国打伊朗，是以色列驱动美国打伊朗。第三个，伊朗问题对以色列来讲是生存问题，对美国来讲是甩锅问题。然后第四个，以目前当时情况，伊朗的现政权几乎难以被美国在非发动地面战的状况给推翻我就做4点论断，好好来跟大家讲述。那我就必须从整个伊朗的组织架构说起。第一个，我们先讲刚才民族问题嘛。首先，先理解第一个，伊朗的民族融合程度是非常高的。这个阿塞拜疆或亚塞拜然族在伊朗境内主要信奉的是什叶派，但也有一些逊尼派。但逊尼派主要世界上最多的少数民族就是库德人。所以呢，在伊朗的这个问题里面呢，你如果单纯把它理解成种族民族问题，你就会掉到美国人那一种国族问题的窠臼。因为伊朗这个地方它是一个文明古国，最早的文明是埃兰古文明。埃兰古文明在两河流域到下游的时候汇集成阿拉伯河，它的东侧也有一块平原，是在伊朗的高原的山脚下这一段到高原的这个山腹地带产生过古埃兰文明，据说距今已经7500年，可以知道它受到两河文明这个启发跟联动影响所以呢，这个伊朗人他有个很强的民族自信，但也因为伊朗发源的非常的早，就形成了自己的文字、自己的宗教、自己的系统。我们可以这么说，波斯人对自己是非常非常自信的。但是呢，这又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波斯本身这个土地的环境负载力是差的，整个波斯比较能够有农耕高强度出产，主要呢就是在北部跟西南侧，西南侧是靠两河流域的地方，其他地方多数来说，除了山谷地区有涌泉的地方，有部分河流的地方能够农耕，多数地方大部分都还是以放牧，而且还是一个高原放牧的一个形式，甚至有所谓的沙漠，甚至靠骆驼的这个状况。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波斯人形成一种矛盾的心态，他的历史非常悠长，而且他们觉得他们从古代到现在，他们是不断继承他们的历史。尽管说你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这波斯文明古波斯文明不是断了吗？他以前信仰了埃兰文明，到现在他们还用吗？你们以前用楔形文字，现在改用的阿拉伯字母，还是可以通用吗？这个是我们的理解，他们只不过是换了宗教，换了文字语言有所变化，但是我们的文明是持续下来的所以伊朗的逻辑就出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他们的文明程度非常的高。可是呢，伊朗国家它这个地形很分离，它本身周围的民族的战斗力就非常非常的恐怖大家想想看，波斯人在附近有什么对手？突厥人，最早是匈奴人，再来有亚历山大帝那个太猛，然后阿拉伯人兴起了。阿拉伯人兴起之后呢，再来是突厥人兴起了。而从阿拉伯人兴起之后，波斯人几乎都是被征服的一个状况。那你说波斯人都被征服，那他不就被灭国了吗？那现在波斯人在高傲什么呢？这就有趣了。波斯人发展出了自己的宗教系统，从先教到所谓亚斯特教这样的一个宗教系统，它一开始是三二二元论，然后这个三二二元论里面隐含了一神教的内容。这个三二二元对立论当中，它的善神叫阿胡拉马兹德嘛，然后它这里面就影响到了三大宗教的一神教的定位逻辑，主要呢就影响到旁边包含了犹太教、基督教还有伊斯兰教。所以在伊朗人心里面呢，你看宗教发源是我。再来呢，他的教义透过一些转换的方式，然后另外呢，他的这个文字发明很早，波斯文发明很早，波斯语文长期就这样传承下来。尽管古波斯文是楔形文，到了后来阿拉伯人崛起之后，因为古兰经的推广，所以呢波斯人改用了阿拉伯文，但是他们自己拼写自己的波斯文。因为高度文明所以他们建立了早期文明，所以他们的官僚体制一直都存在的。所以不管是阿拉伯人来了，突厥人来了，或者是后来成为保护国的英国、俄国这些外部势力的影响，基本上在本地的治理，他们依然都使用了自己的行政逻辑方式，包含了这些宗教的系统。所以呢，古波斯人波斯人民系从他们被灭国之后，尤其是在阿拉伯人崛起，整个中东地区经常性的会出现这种大型的伊斯兰统一王朝，比如说阿拔斯帝国，再来就是鄂图曼土耳其帝国，中间还卡了一个塞尔柱土耳其帝国。不管哪一种伊斯兰帝国，它的中层官员，甚至是宫廷官员，尤其是文化经济相关的官员，很多都是波斯人，因为他们呢有这种很强的官僚体系统
所以他们这种自信就很强大，他们觉得透过谈判、透过交易的方式就可以获得他们的所有。那即便被灭国也没关系，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基本上我们占据了统治的阶层。所以呢，不管上层来来去去君王换来换去，各种民族走来走去，基本波斯人他就觉得他可以垄断这个地方。而这在当中很有趣的现象就是什叶派的诞生。什叶派跟逊尼派呢，在教义上主要是说，什叶派希望的是由圣裔穆罕默德的后裔才能当做哈里发，才能继承穆罕默德的事业，作为伊斯兰领导人。而逊尼派则是认为说有贤者得之相当于怎样在搞禅让，这是一个差异。大家不觉得很奇怪吗？那今天波斯不是什叶派吗？伊朗不是什叶派吗？这个就是他们把他们的一个宗教理论融合到了这个伊斯兰教里面的，变成什叶派。当然还扩散到很多地方去了但是这个理论其实里面是暗含着具有波斯文明特色的宗教理论在这个什叶派里面，所以就形成了他们特有的一种这样的一个观念，就是在这个地方它的文化以什叶派这个宗教这个宗派为主。因为我们都知道中东地区是怎样，一个宗教两个教派三大民族一个宗教叫什么？一个宗教叫做伊斯兰教，两个教派叫什叶派、逊尼派，三大民族叫做突厥人、阿拉伯人、波斯人，就伊朗人。所以这个情形之下呢，他们就成为在伊斯兰中东世界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角，而且是以一个什叶派为一个核心。这也是为什么伊朗对于散播伊斯兰什叶派这样的一个想法是强其且坚定的，因为这叫做波斯文明的自豪。虽然作为整个伊斯兰世界里面的什叶派只占到人口的 15%， 但区域性来说呢，在中东地区它的人口并不少。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呢，你就可以理解到说，我透过谈判、透过妥协，我是可以换到我的生存之道，而且我还可以拿到我的主导性的。它有一个源远流长的历史，他们觉得灭国其实对波斯人来讲不是什么很严重的事情，这个是他们在这个历史的一个逻辑的教训，跟我们这个中华民族的逻辑是有这个彻头彻尾的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状况。这个是大家了解到，所以为什么他老是喜欢谈判，是他的核心逻辑。每个民族、每个决策、每个文明，他们的历史影响他们的思考非常的巨大。再来我们要讲的是说，当代伊朗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是经济差异所造成对宗教态度的差异，进而形成的一种撕裂感。大家知道，进到了这个24次世界大战以后呢，波斯呢是由巴勒维王朝来进行统治。这个王朝呢几经发展在最后一个国王的时期，他们发展经济但是这个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出现分层问题。因为大家知道，整个伊朗高原它的环境负载力比较差，所以呢，这个乡下的农民这些牧民们穷是真他妈的穷。那长期以来他们在这边生活，如何维持呢彼此之间最低限度的一个社会组织结构呢？大家知道，因为除了他们原本就生活方式所带来的，还有这个在这个古代他们所形成的这些管理组织之外，最主要的靠的是什么？最主要靠的就是教士集团。这个现在当然是什叶派教士集团，在古代那就是先教索罗亚斯德教的教士集团。他们就在这个乡村地区呢，有广大的传教跟广大的一个教堂的建设，尤其是什叶派的教士集团，他们在整个伊朗的乡村地区有非常非常强大的影响。大家知道这个伊斯兰教也是强调好善乐施的，所以呢，这里面就会有很多人斗内捐赠打赏给教士，然后让教士呢去乡下做什么？做慈善工作，包含孤儿的照顾啦，对于这种荒年的时候呢，清真寺他们会一定程度的去募集食物来发放等等等等的。所以关键就是说，整个这个波斯地区或者说我们伊朗高原这个伊朗这个国家，它的乡村呢有这样的大量的这个教士集团的坚实支持群众，因为这些群众确实长期以来他们靠的就是宗教呢来安顿他的人心，宗教的网络来对他们的生活进行一定程度的平衡，不管是心灵上的甚至是物质上的，对，做一些这样的一个这个平衡。所以它就形成一个怪现象就是在乡下的地方呢，大量的乡民那是绝对的铁杆的什叶派教士集团支持者，那他们相对也比较保守因为他们对宗教的信仰更坚实嘛，对生活呢更加的这个踏实。但是在都市地区进入巴勒维王朝，到了1950年代这个60年代的时候，他们开始进入一轮新的这个经济的增长期之后，那就形成了大量的城市阶层。这些城市阶层就是所谓的中产阶层，他们受了过比较好的教育因为文明比较悠久嘛，教育的这个要求也比较高，所以呢，高等教育包含这个大专院校以上所以大家知道，全伊斯兰世界女性受教比例最高、受教程度最好就在波斯然后呢，因为都市因为工业化的高速发展就有大量的村民们就进城到了德黑兰附近，就形成大量的这个聚居带，这是个高度对立的。有钱的人呢，他对宗教的观念
相对淡薄，他更想要享受这些世俗的乐趣，加上伊朗的高层啊，国王啊，他是一个非常非常西化。就是因为这个样子，伊朗今天最大的问题，因为经济比较得到舒展的城市阶层，他们对宗教就淡了，而乡下没有分配到经济果实的这些乡民们，因为他们更需要宗教来充实自己内心的差异，所以他们对信仰更加的前进，所以这就形成教士集团的基础。这也是在伊斯兰革命的时候，为什么最终由大阿图拉，什么是大阿图拉？就是什叶派的最高宗教领袖，就接管了这个胜利果实。因为城市阶层的革命并没有办法扩散到乡村地区，反而是乡村地区呢，他们需要一个宗教领袖来稳住他们在这个社会上的一个稳定性。所以呢，这样子一个奇怪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其实它根本不能叫伊朗伊斯兰革命，它应该叫做伊朗反王政革命，我觉得比较实际。当时所有反王政力量都出现了，什么中产阶级啊、商人阶级、各路阶级，还有广大的乡村老百姓。所以这个不健康的革命成了整个伊朗的社会的基础是非常非常矛盾的。经济好的地方人数少，非常世俗化，宗教观念淡薄；经济不好的地方人数很多，大量的乡村地区面积很大，但是他们对宗教是前进的，然后他们本身是相当保守的。但是问题是，统治集团不可能住乡村地区，他一定住城市地区，他住德黑兰。对，统治集团又是他的支持者主要来自乡村地区，可他就住在城市里面。所以为什么这个伊朗就出现这种状况？加上因为革命不透彻，而且因为当时革命的话，国王是受到大家的唾弃，共同唾弃。为什么？因为巴列维国王生活非常的腐败，纸醉金迷，也因为这个样子，导致了你更进一步的被推向深渊，你的政权就垮了嘛。垮了之后，教士阶层上来，但是原本的不管是在巴列维时期的行政官僚组织、警察系统还是军队系统，其实是一起倒戈的，所以大家只好妥协。妥协结果是什么？就变成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朗是个总框架，伊斯兰加共和国，伊斯兰就教士集团，所以伊朗啥都是两套。它的决策机构在宗教那边由这个宗教的最高委员会来领导，然后警察有宗教警察，军队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可是同时期世俗的组织被留下来了，所以呢，伊朗的共和国系统里面，它有总统，还有行政官僚系统，它有外交部长。可是理论上来说，教士集团应该来主导外交事务，但是外交部长却是受总统控管，它有一个完整的一个行政官僚体制，而且是类总统制。虽然总统看起来像内阁，因为他有一个伊朗最高宗教领袖，但是一般来说，最高宗教领袖应该是元首才对，但是他又深居简出，他基本不出去，因为他是个教士嘛。警察有一般民事警察，军队有伊朗共和国卫队，所以呢，这就变成一个非常奇怪的二元制。极其复杂，讲到这里，关键就是伊朗政权总是看起来摇摇欲坠，但是它总是能够挺过难关。比如说，伊朗伊斯兰革命是几年？1979年，伊拉克就入侵伊朗嘛，在美国鼓舞之下，两伊战争就开打，打了8年了，鏖战8年，啥都没有，毁得一塌糊涂啊！这真没垮他真没垮然后几次的，不管是这个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有各种方式，但是伊朗就是没有垮，你就很奇怪，因为他在乡村地区有广大而坚实的支持基础。这就是它的特色，而且加上它国家真大，它这个原油量很大，而且是好的石油嘛。这个理解之后呢，这一次我们就会进到下一个问题：美国有办法在空袭行动当中，或者以色列在空袭行动当中就彻底推翻伊朗这个政权吗？我说不可能，答案就很清楚了，因为你了解了它的这个背景之后就不可能。你只要没有动到地面部队，你没办法。就说那伊朗不是内部很多反贼吗？被渗透成跟筛子一样吗？是的。没错，因为它里面有各种反贼反派嘛，世俗派各种嘛。可是最关键的时候呢，我讲白了，美国跟以色列自己不作为，没办法。主要是谁？当时这个特朗普很想要赢嘛，本来在去年12月底就要动手了，但是因为天后等状况，因为怕输，所以一延再延，从圣诞节前延到圣诞节后，从圣诞节后延到新年之后，一直延到1月3号发生的这个世纪大劫案，把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夫妇给劫去纽约了。因为这个一拖，同一时间，当时伊朗在闹什么？当时伊朗从电力国企的员工争退休金，最后蔓延成到巴扎就是指市场，伊朗的大巴扎非常有名，因为蔓延全国的暴动，而这暴动主要在城市地区，而乡村地区是非常安静的。在这个时候，你美国跟以色列你竟然没出，这叫时间差嘛？导致什么？伊朗迅速反应过来，这个有这一天会到来，因为他看了当年美国在各地发动的颜色革命，伊朗早有准备。还有什么？还有看到俄乌战争的状况，俄罗斯被什么整得很惨，被
马斯克的星链系统整得很惨，所以呢，俄罗斯后来怎么对付星链？他们就去进口了好几套这个对付星链的系统，就是进行干扰，所以星链一度只有10%，而同一时间，摩萨德跟 CIA 他们先动了，大量的运送星链系统进到了伊朗，希望把反对派串联起来，进而在伊朗内部发动政变，推翻现在的教师政权。核心就看这个问题，它组织不了。这是它最大的问题在这里，所以当你没有办法有效组织反抗系统的时候，你根本没有办法让叙利亚出现更政权交替。所以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我们要去从实质去讨论。现在为什么双航母到位了，但是川普始终不动？其实你从几个细节的这个战报来看，他讲一讲，我说，这应该是以色列先发动的，以色列带着，果然是这样。因为我刚刚看了就是一些比较大型的媒体的分析，我觉得都不准。这个问题，我觉得我还是有点自信，因为一般认为说美国想打伊朗只缺一个理由，我认为川普不想打伊朗，但是没有台阶可下。川普不想打伊朗，但是没办法 ，OK， 但是以色列非常想，因为以色列已经清楚察觉到，这是今天的干货给你最新消息。10点16分，央视新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声称重创了美军支援舰，有多枚导弹精准击中了美军的战斗支援舰，在遭到袭击后受损严重，严正警告美军在相关海域的其他海上资产均已进入革命卫队导弹与无人机部队的预设打击范围，攻击将持续进行。伊朗玩真的这一次，因为当然我们先补充一个东西，以色列为什么那么想打？以色列想打伊朗有几个核心原因，第一是历史问题，巴勒维王朝跟在的时候，因为巴勒维王朝非常亲美，所以以色列跟巴勒维王朝这么讲好了，可以说是美国在中东地区2根大图钉，非常大的图钉，钉死了整个中东地区，刚好一西一东嘛，对不对？你如果算中东的话，西侧是以色列，东侧就是什么？东侧就是伊朗。可是巴勒维倒台之后，从最亲以色列的伊斯兰国家变成最反以色列伊斯兰国家，为什么？因为以色列是坚定的站在巴勒维王朝那一侧的。以色列在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时候搞了非常多的破坏，所以呢，当时伊斯兰革命成功之后，抓了很多以色列的内奸，摩萨德的这个 spy 当然是没有抓干净了因为当时这个巴勒维王朝这个新上来的这个教师政权这霍梅尼也不太敢这个太大肆追捕人这个是历史原因，这第一个。第二个，伊朗的什叶派向来他就有扩张保护自己的一个传统这个刚才前面历史讲我就不再附送了。第三个，伊朗保护自己的方式是想要透过发展核武器的方式，而以色列的面积非常非常的小，以色列的国土2万平方公里上下吧，伊朗一旦发展出核武，以色列是旦夕要死，所以一定不能让伊朗发展出核武。好，这个就搭配了。你看今天特朗普讲什么？谈判的第一个要点是什么？所有的浓缩铀要运到美国，永久放弃发展核子武器，甚至使用核能的能力。第二个，要废掉伊朗的弹道导弹能力。请问这2项保护谁？所以以色列就是看出了美国居兔之下一定放弃中东，所以在美国放弃中东之前，赶快逼美国出手，把伊朗干成半残。最好是什么？伊朗现政权瓦解。所以第3点，川普说希望伊朗人民可以在战后接管伊朗政府，什么意思？就是让伊朗成为无序状态嘛。伊朗人民怎么接管伊朗政府？讲白了就要把内部有新的势力上来接不了，怎么样？就是把伊朗给去打散架，但伊朗就永远残废。残废之后，以色列就生存就得到了保障。所有东西什么，其实都指向一个，就是以色列的绝对生存权问题。所以今天伊朗这是个死局啦，美国要伊朗的条件是完全不可能达成。我说这绝对是个死局，这个谈判只是为了打了做准备而已。以色列只会肢解伊朗，所以伊朗这一次不硬不行。还有伊朗之前为什么硬不起来？最大关键是什么？第一，历史包袱决心不够；第二，伊朗政权总是摇摇欲坠，他是一个活着的死人，活着像死人，死人像活人。原因还是因为伊朗伊斯兰革命不够透彻嘛。所以伊朗接下来的做法一定是这样，高强度的针对他能够够得到的美国军事目标进行打击，而且就算你是在阿拉伯，就是在整个波斯湾沿岸的这一些美军基地，也就是在这些阿拉伯国家区，他也敢打。伊朗只有一个老大哥不动，沙烏地阿拉伯绝对不动，坚持不动。为什么？因为目前的小萨勒曼他很认真的在拉住伊朗。小萨勒曼的雄心是非常高的，他想重新整合这个伊斯兰世界。所以呢，他知道整合伊斯兰世界不是只是拉住阿拉伯国家，拉住阿拉伯国家是没有用的必须要先拉住伊朗，拉住伊朗才有可能拉住土耳其，因为土耳其是想跟他争夺阿拉伯世界的，应该说争夺这个
中东伊斯兰世界的老大。对，因为以色列在中东在加沙太不做人了，所以现在没有国家敢公开的跟以色列站在一起啊。其实这里面啊有很多的内容啦。第一策就是把美国所有伊朗够得到的军事目标干一遍。第二策是什么？对以色列进行密集且长程的轰炸。不过我觉得这次我目前看消息面是这样，目前消息面应该是几十颗分3波4波去打以色列，对不对？我猜测伊朗这次的目标是这样，因为上次12日战争其实对伊朗来讲太烧钱了，因为要飞1000多公里的无人机或导弹都蛮贵，因为伊朗经济太烂，所以我猜测他的逻辑是这样，但是我推估了，对以色列进行有效但是相对低强度的远程攻击，也就是包含无人机、弹道导弹，并且联合包含像是伊拉克的民兵组织发动一定程度的低烈度的这种远程攻击远程的这个地对地的攻击，但是把主力放在美国在整个波斯湾跟阿曼湾当中的军事资产，包含基地、战舰，甚至飞机雷达，美国很难做，伊朗也很难全身而退，但是至少会让美国的第5舰队很难守。